这样呢，掌声请他们自己来说说吧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老常46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名工人；女主人公雅姐4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小片里雅姐说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是吧？哦，是的。您呢？我也是离异的。两个人认识2年了，小片里说是吧？当时认识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当时啊，我这婚姻失败了嘛，我家境也不好，我就来北京打工，在一个厂里上班。平时经常放假呀、休息啊，我就想找个灵活，我就上家政公司找。结果我到那边，我就接触了他，他是主管的，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。这个一来二去，我们通话多了。发现他也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。一个女人家里边可能有的事情他干不了，往他那边跑，给他帮忙，就慢慢的，他对我有好感，就接纳了我。你就假公济私了呗，没给别人家干成小时工，干成你们家的小时工了呗。我说你先到我那试试，看看你合不合格。怎么样啊？对内呢，我和他呢就是处的呢还不错嘛，接触一段时间。可是对外吧，就是还没有公开。对外啊，我说主持人，他从来不承认我的身份啊。有时呀，他说我是个维修工啊，有时说我是他表哥，从来不肯承认我是他的。不是他跟什么人说你是维修工啊？有一次那个他家里突然停电，我在厂里，他打电话，让我马上过来。我过来搬着凳子到外边去要检查，他也在外边，刚好那个邻居啊从这边经过，打招呼，问怎么回事？他说我家里突然停电了，我找个维修工。我和他去逛超市啊，碰到他的朋友了。他的朋友就问我，哎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他说我是他表哥，买个东西去看老人。我和你相处这么多，我一心一意和过日子，一会儿说我是维修工，一会儿说我是表哥，你说委屈不委屈啊？你现在已经跟他过日子了是吧？就是我在厂里住着，在职工宿舍，我经常去他家里，在他家里干个家务活。那您给他干活收钱吗？不收钱。说实话，他的条件这么好又漂亮，我能和他在一块，我也觉得特别的兴奋，也巴不得去他家里帮干活。那在我这外人看，您不就是人家免费的小时工吗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这条件嘛，各方面还都不错吧。周围的朋友邻居呢，给我介绍对象，那条件都非常好，我都没有同意。你说现在他这样的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个儿没个儿，要条件，你说我要真介绍，你不笑话死我呀？那你就跟人直接说嘛。这不就是暂时的吗？没公开嘛。哎，大哥，你拉过他手吗？我拉过，那你们拥抱过吗？肯定拥抱过，你跟谈朋友嘛，我们都是过来人啊。行，那就是男朋友吧？对于我来说是，但对外我确实还没有公开。我觉得他在欺骗我，让我给他家做杂物啊！我对他这么好，你看自从我们接触之后啊，他家里什么重活累活。欺骗你了，你给我做事我还没跟你要培训费呢。我给你打工，我该要费用的啊，你知道不？不是，你们俩到底是这个打工的关系还是情侣关系啊？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婚姻嘛，前的老公嘛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不错，而且比较有优势，所以我觉得吧，我要再一次婚姻就是比较慎重嘛，就是想找一个比较老实了、可靠、本分的这样的。这人怎么样？就像他这样的吧。啊，那就宣布了，就说这是我男朋友不得了吗？但是吧，他很令我失望的。特别失望。每次到他家里，什么苦活累活都是我干。你问他，从我们接触之后，他洗过一次衣服没有？都是我洗。做饭、洗锅，他从来不沾手。你说我这忙啊，这工作特忙。不是你没他的时候，衣服谁给洗啊？我以前也雇过钟点工。这个反正就不花钱了呗。那倒不是。所以说他就在欺骗我，把我当成佣人啊。不是你这人嘛，就他这人就特小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特纠结。我怎么小心眼了？你说我把我的工资卡呀，包括我打零工挣钱，我全交给你，我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。不是你们不知道，就他那卡吧，胳膊这我这，实际就是一种形式。那卡上有多少钱呢？他根本的工作都不稳定，基本上都是我经济方面都是我来承担。不管多少钱，那是我的心意啊，对不对？那您怎么个意思啊？那就把人卡还给人家，跟人说拜拜呗，反正人也不好。不是卡还给他，因为有一次吧，他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家里吧就突然缺了1000来块钱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招贼了还是怎么的，所以我就要报警的。
你这个人啊，就你拿人钱了是吧，老常？我什么拿人钱是这么回事啊？那一次我的同事啊说他儿子结婚，让我去那个婚礼，当时我急啊，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，我不去吧也不好意思，我就赶快回去。他没在家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接，我就在抽屉拿了他500-600块钱。婚宴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打个电话，哎，说你赶快回来，家里遭贼了啊，我的钱不见了。哎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我拿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就这不行，他就是一个劲的吵，说话越难听，说我现在啊长本事了，会偷他的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桌上的人啊都笑话我，搞得我不是，那你这人脑子怎么就这么糟呢？电话打不通，你不会打个信息，留个字条？来得及吗？那你说我把卡什么的，我的一切都交给你，我拿着几百块钱，我觉得就是人家把人都给你了。他要跟我明着要吧，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他。关键他这没跟我打招呼，那我当然紧张了。你不是没接吗？对不对？回去他还是一个劲的说我怎么样，不听他话了，说我现在脂肪长硬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已经2年多了，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小的问题，不值得这样。你看我把卡都交给你，一说卡他更火了，就你那点钱啊，我看不起，啪他不用剪刀给我缴了。你说你这剪的是卡，但是你剪的是我的心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看不起我啊！就是你那点钱，你说你就留着算了，我还要它干嘛呀？你自己都养不了自己，你还得吃我的喝我的，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的，你别在这装了。那次买菜的时候，他突然打电话说：“哎，我今天想吃酸菜。”那我就在超市里给他找，我找了几圈找不到，我买了别的菜回去。到家里他一看没有这个酸菜啊，他就冲我发火，说买不了酸菜你就别进门。你根本心里就没有我，这么大北京我就不信你就买不到一袋酸菜，根本就不诚心。我跟你说，心里就没有我。你听听，我怎么不在乎？你说让我出去，我不是出去吗？我花了2-3个小时，跑了几个。我都怀疑你是装老是装的，你知道吧？好了，明白了。这个核实一件事情啊，说你要参加聚会的话，还花钱雇人做男朋友，都不带他是吗？我不是不带他，你说这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吗？因为我能带出去吗？就你说现场的观众，现在你就说我俩般配吗？从外形上，那不找什么干嘛呢？那个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谁配不上谁？觉得这个老常配不上雅姐的呢，咱们选支持；觉得雅姐配不上老常的呢，咱选反对。来，各位请表决。你们摁错了吧？怎么你们会觉得说雅姐配不上老常呢？哦，老常，这个现场有77.77%的观众朋友觉得你女朋友配不上你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我没公开对内吧，他已经够恩赐他的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现在要求还高了，今天你也挺荣幸的，这在场观众不少了，都知道了。这不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了吗？这个观众说他配不上，那是说明他这个人啊脾气不好，没有这个人好。但是从外表上，我觉得我还是配不上他。那你还哪那么多怨言和怨气呢？对，我怎么怨气了？我干家务都行了，老常你别说了啊！所以人家说嘛，男人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你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断吧。丘比特问卷。哎，我觉得特别奇怪，就是雅姐是吧？她在全场70%多的人都认为她配不上男方的时候，她依然保持了自信。她刚才这个动作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吧都是比较看好我，觉得呢我不承认他对外是正确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理解力还有点问题了，雅姐。都那地下情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呢，他有他的原因呢，对吧？他有他的苦衷。你没听明白那个选项的结果，是大家觉得你配不上他，你明白吗？是吧？那对呀，因为你看我这个儿，我这长相，我这工作，我各方面哪儿不比他优越呀？那对呀，大家没错啊，所以我要赞成啊。就是你见过自信的，没见过这么自信啊。说实话，我倒不觉得他自信，我觉得您挺自卑的。虽然口口声声说他配不上我，我跟他在一块就算给他脸了，但是您内心很自卑。如果你不自卑的话，你不会不好意思把这个男人带给其他人见面。为什么有这种自卑？是因为刚才说的前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您的前夫把您甩了，您这个心理阴影没调节出来。我的前夫不是把我甩了，而是我不要他的。
为什么不要他？因为他出轨了，所以我要捍卫我自己的权利。我说的就是这个。虽然是您甩了他，您做的很对，但是是他出轨了，他不忠于你们之间的情感。对。实际上从内心里您会觉得是自己被背叛，对，自己被甩，所以我要找一个老实的。对。您的那种心理需求是自卑，你没走出来那段婚姻的失败。对，没有安全感，不可靠了。所以这是可靠的男人，但是为什么不让一个可靠的男人光明正大的在你身边站着呢？因为刚才他气着我嘛，你看当着这么多观众，他这奚落我。那你在家里是怎么欺负我的啊？那你说我这种女人，她都得高高的，这高在这看着我，都得仰视。我跟您说吧，我觉得老常特有意思。你是因为自己说受不了这份罪了，所以今天想来说个清楚，是吧？我现在受不了他的脾气啊，他的脾气现在特别暴，包括现在他总是不肯承认我的身份。老常，马老师问你说，如果这女人嫁给你，娶还是不娶？我现在不娶她。就现在她就嫁你，我不娶她，我坚决不娶她。啊，你确定吗？我不会嫁给他。受不了他，那你走吧，咱不扯了。老常，长工不当了。但是他现在他也不答应让我走啊，不愿意和我分手。咱说点实话啊，你舍不得，你找了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很强的女人，自己也有面子，她是自卑，你是虚荣。你说起来好像自己全都是苦，在这儿来倒苦水来了。其实你很享受这种受苦，因为你觉得我找了这样的女人，我挺有面子的。我觉得今天就最简单的，你也舍不得走，他也不肯放手，对不对？你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就完了，你是以后叫我老常，还是叫我老公？给个痛快话。现在就问。我现在就不问，现在就问。不用问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叫，我就想叫他钟点工。他就是把我当成钟点工。叫你走你就走啊，你怎么这么听话呀？一点个性都没有。雅姐，他有什么不好的？还真不是他差到见不得光，而是你心里阴暗的亮不起来。也许跟你之前的感情经历或者说伤害有关，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。你现在不能再活在梦里，或者说活在过去。身边有这么一个好的男人，可你只享受着被爱，同时你还在虐他，你在践踏他对你的爱，同时也践踏了他的尊严。没有，你做的就是这样，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，你把自己编进去了，你这叫作茧自缚。打开自己的心扉，让自己阳光起来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不是不接受他吗？你接受，你要给他一个职称嘛？你是怎么接受我的？你对外你要勇敢的去说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不是，现在他不是试用期内吗？我这一天付出的也不少呀。但是最关键的不是这个，或者我们理解成，你还在骑着他找着你的白马王子呢。没有西瓜，那就捡个芝麻呗。那你觉得它是芝麻是吗？芝麻怎么了？芝麻小，那它也是有营养的东西。我高度怀疑，在老常在家里给你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在外面光鲜的去找你的西瓜呢。那暂时肯定没有合适的，对吧？没有合适的，你凭凭什么让他给你免费的工作，同时你还收他的卡呀？你凭什么呀？那卡不是我收的，不是我要的，是他要给我的。那不是代表我的心吗？他觉得可以把这个人把爱都给你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把他卡给剪了。对，当时那不是生气吗？你要真看不上他，你就痛痛快快的跟他说一句。那这女人不都是有小脾气吗？那就这点她都承受不了，那她还是男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要作为男人的话，这种小脾气咱不受了，好不好？老常，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时间线，还要这么往下走的话，您就找自己的媳妇儿去。一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一个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虽然我们看上去雅姐很可恨，但其实她内心也受过伤害，她也是个可怜之人。但就你今天这副无情无义的样子，你被前夫抛弃那是活该呀。我觉得我一个女人很自立的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能做到这样，心里痛不痛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但是最可恶的人就是把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再转嫁给别人，这种行为很可恶。我有点搞不明白，前夫对你不好你伤心，现在的男人对你好你又要伤害别人。也不是，我想了半天，不接受他，我不可能跟他处2年。我想了半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就这种人呢，他只想被爱不想爱人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。
所以就是个极其自私的人。我不承认，我反对。对啊，你反对可以没关系，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说话，老常。你错在一个什么问题上啊？你错就错在你总是认为还有明天，你总是认为冰山可以融化，石头可以捂热，但是你要是对狼心狗肺掏心掏肺，我只能说你没心没肺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如果你对他的爱是有去无回，对方只是对你冷漠，你还可以等上3年；如果你对他的爱只是被他肆意践踏的话，你要做的就是拔腿就走，头也不回，就这样。我今天就是想和他分手的，那就走吧。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还会稀罕你呢。就你这样的男人，大街上一抓一把。这个2位先冷静一下啊。说句实话，